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冠名播出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上桌吧主咖，怎么喝都好嚼，怎么嚼都好喝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冠名播出。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齐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广志。哎，再次热烈欢迎一下我们本期嘉宾林书豪、真林书豪我讲，林书豪，JK Love， 蒲熠星，耶，任科。我俩能把名字全念下来就非常不容易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期英文太多了，为什么在英文最多的一期让我俩主持这么坏？脱口秀环节结束了，大家感受怎么样？朋友们，任科老师刚才不是说特别沉重吗？对，其实我内心是沉重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年前，半年前吧，大概。然后呢，有人邀请我讲脱口秀，对，然后我今天就来了。这么长吗？这样吧，我来说真的吧，你再重新问一个。就是你刚刚感觉说你今天特别沉重，是为什么呢？你问一个简单一点的，这个太沉重了。那要么别问了吧，他拒绝回答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上海天气我很喜欢，很喜欢。对，刚刚好。行，问别人吧，广志哥。我说一下，其实是这样的，大概很多年前，我其实来是第2次来。对，第1次是刚冒嘛，然后那一次也是读稿。对，都怪阿茂。对，然后这一次不能怪阿茂了，所以我就很沉重。哦，有道理。这次怪阿茂没来。哎，对，节奏有点乱了。其他的几位呢？感觉演的还开心吗？今天还是有点紧张。但你说实话，那个效果已经非常好了。对，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，上一个人演的特别炸的话，下一个人是非常难演的。就小齐太炸了，怪我了。不，所以你能在接在他后面还能演成那个水准，已经非常厉害了。我觉得那个黄金右脸真的很好笑，那个左脸，左脸，我左右也不分，太瞧不起人了，真不听别人讲。他的意思是你右脸也很好看哦，谢谢。对哦，双脸都好看。哎呀，因为今天我其实比较担心涂老师，因为我每次，因为你知道你的稿子吐槽我的篇幅太长了，是吗？因为你知道，我就这个打法，每期都是我会逮着一个人主要戏，中间你转到 Crystal 还是 JK Love， 我说转了，然后又转回来了，对，声东击西，他的喜剧技巧叫声东击西。你才是主咖，我在我心里。那还是可以接受的，这么说的话。然后真正主咖林书豪老师今天这怎么感觉？我感觉就真的蛮好玩的，虽然这是我第一次，就是从来没有做脱口秀。感谢 Jerry 跟团队，就是我觉得我的团队也帮了我很多。哎，你有尝试以后用英文讲脱口秀吗？可以试试看啊，我也从来也没做过。我也想试试看。你今天差不多就是用英文。Yeah, of course. 好奇怪，任科老师的英文我居然都能听懂。说实话，我在就是像我们打比赛那种万人的场合。都没有上今天这200人场合紧张。说实话，我这种就是属于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，就会有点慌。就是如果就是干一个活，最好是能干好，就他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水晶哥呢，什么感觉？我其实今天很紧张，因为我第2个上场嘛，压力特别大。这个也是我完全不擅长的领域，就嘉宾里面我是第1个上的，所以你是开场，你是真正的开场。我感觉我今天是真正的开场。所以你们看完他演完有更紧张吗？还是更放松了一些？有自信了，有自信了。开玩笑。我看完你的表演，我是蛮紧张的。我看完这样子，然后大家都一直不停的笑那么大，然后我也是最后，所以我就也不能就是说完可以放松，然后感受，我就是一直这样子，然后一有时间我就看我的那个看那些小卡，就准备一下，就是感觉不能完全放松，可是讲完我就觉得但其实有一说一啊，我录了2期了，应该这是我看过的和我录过的，咱们这一期整体上来讲，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主咖录制以来最好的一期吧，几乎最好的一期，几乎最好一期，对，几乎不能说应该就是最好一期的，我不敢说。所以咱们哥有点厉害，真的吗？这是最好的一期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来吧，站起来。我刚才捡了一把，
我特别喜欢这种，这期非常好。杯里了，是吃的东西。哎，然后我们这个复盘呢，大家也基本上复盘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小游戏给大家玩一下。对的，真心话还是违心话啊？大家应该发现了，每个人都一盏灯吧？接下来的问题，灯亮的时候能说假话，只能说假话，只能说假话 ，fake yes。 Yeah, I know。然后你帮我们跟他解释，用英文解释一下，就灯亮的时候只能说假话。legend 谎言是说谎言吗 Legend， ？lie，对 light 对，行。灯灭的时候才可以说真话。对，所以灯亮的时候要讲英文。比如说我这样做个示范啊，来，先问你个问题，问我个问题，现在是灭着的灭着的啊，脱口秀演员表现最好的是谁？今天这些嘉宾，林书豪，真话，来开开。开了，现在只能说假话了。你觉得你夺得脱口秀冠军配吗？不配，太不配了，就是这么个玩法。好，我明白了。直接问他们吧。For JK Love， 你觉得今天的表现满分是10分的话，你打几分？灯亮，只能说假话啊，只能说假话。给自己打肯定打满分啊。你心中的今天的 MVP 是谁？心中的 MVP， 说假话啊，小七老师。意思我是今天最差的人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啊。把灯关了，来我指挥指挥你。啊，你觉得谁是中国第一上单369，他的队友，他前队友，就是打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话，就是综合上来说的话，他就是我心里的第一上。打比赛紧张还是脱口秀紧张？那绝对是脱口秀紧张。你把那个开开，又开 ，OK。哦，这样我问个问题啊，你觉得 LPL 历史第一中单是谁？讲话选个谁？就是你总不能选个上单吧？讲话这选个大众知道的。你点几个？我知道的可不多。小虎，小虎就小虎了。问问书豪哥吗？书豪哥觉得今天真正幽默的有几个人？说真话，几个人？我觉得这个好难，7个8个，在你心里有一个可能不太好笑，是吧？我让你关掉。就是你说那个最不好笑的人是谁？你。好的，谢谢。哎呀，开灯哦，好机智啊，他这个哦，谢谢。然后篮球你懂吗？不是篮球我懂一点，其实我真的有点想问你。但是你问吧。我曾经经常幻想你的生平，就比如林疯狂那个故事，是我们这种孩童般，就是这样幻想说，我突然厉害了，我没人看得起我，然后上场我就得多少分，然后这种心态，你真的成为林疯狂的时候，是骄傲更多，惶恐更多？那时候我还是比较担心，因为那时候真的我跟我家人的经济不太好，就是我父母都就是借了很多钱，所以就是真的感觉我快没工作了，所以我打好一场也不代表我还会保证这一年的那个薪水，就是很多压力很多压力。我有很私心的问题，我不可能就问，就问私心的，就是私心的。对啊，科比真的很凶吗？就看他那天的脾气，就是情绪。有时候他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比较严肃，偶尔会比较开心。哎呀，来这个节目真好，我问到这个问题了，哎呦，我太爽了。胡一清老师，你觉得在座的各位谁除了我俩吧，谁更有天赋讲好脱口秀？这个是真话。我觉得有2个望尘莫及的天赋型选手，我今天感觉，一个是任科，一个是书豪哥。然后书豪哥是这个语言问题，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梗的这个。你觉得就是反而有一些障碍会让他变得更加好笑？语言我没说障碍这个词儿哈，就对中文理解没有那么透彻，反而会比较好笑。有时候任科是第一个敢于在台上让提词器来回倒。下次可以拿个遥控我自己打。啊，你那个叫演讲 PPT， 对，自己放。因为一般遇到这种情况，所有的演员也好，主持人也好，大家第一反应是我怎么用我高超的主持技巧把它给化解过去。他是唯一一个，往上，就
直接把问题指出来，你知道，往上就解决了，然后当时就瞬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对，就主要是这个东西确实好笑，但是有时候，比如说你想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现场暴露提示器存在或者怎么样，它可以是你的第一反应一个好笑的，要化解，或者说你不是，就是它可以好笑，但是你觉得做这个事情有点刻意，但是任科做这个事情，你觉得一点都不刻意，对，就是很奇怪，他的这个气质，我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。你这样，你把灯打开再说一遍刚才的话。哎，把灯打开再说一遍。把灯打开说啥了？就是任科的幽默优点是在哪？幽默的特点是啥？任科幽默的特点就是他太装了，一点都不真实。对，这才是真心话。对，油腻，完了一点都不真实，哗众取宠，跳梁小丑，非常低级。别吐槽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你把你的蕊泡都念给他听了吗？你这是。何况这，你就是个垃圾。问水晶哥了啊，这个你用直播的状态来锐评一下今天所有人的表演，你觉得谁最拉，谁表演最好？把灯开开。我觉得你最拉，真的，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炸，看完没感觉，这知道吗？他演完我一点感 feel 都没有，对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完全没感觉，我就像木头人一样坐在那儿，一点都没笑。我只是苦笑。那您觉得谁最好呢？我最好。您觉得您好在哪儿？我顶住了压力，对不对？我给所有嘉宾打了一个好的开头，万事开头难，我开了个好头，所以后边的嘉宾才会表演的越来越好。他夸着夸着就成真的了，说着说着就成真的了。这本来是要说假的，说着说着变成真的。自己信了一会儿。对啊，夸着夸着就成真的。好，提示器往上。接下来的环节轮到大家互相提问了，我们嘉宾轮流向任意嘉宾提问，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，然后我们互相提问问题，然后你要限制他的答案是几个字数。哦，我懂了。好，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可以啊，随便问。为什么 LOL 比豆豆好？你觉得呢？30个字，30个字，不用，就是最多30个字。我只是真的很好奇，因为我没有打 LOL 打太多。首先，英雄联盟比 DOTA 简单，因为有很多可能是新人，你是直接玩 DOTA 你是玩不了的。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一个地方。入门简单，就是入门，因为你一个好的游戏，你必须得是大众能接受的。那这么说，俄罗斯方块最好玩。俄罗斯方块那你能5个人打5个人吗？哎，我问一下蒲一清吧，你给自己分的那个6个角色，每一个都给他设计了名字跟性格是吗？对。好，说6万个字描述一下。论文呢？他的幽默你喜欢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想收回刚才你的话吗？刚才他不幽默，不喜欢。6个字吧，每个角色说1个字吧。都特别了不起。那确实是6个字。我反问一个啊，好来，任科，你觉得你好笑还是不好笑？3个字。So funny， So funny， 3个字。So funny， 这个很好笑啊，幽默，这个好笑，这真很好笑，这个真好笑，这个 funny 跟我算单词一样，这个很好笑，3个字。我想问一下那个蒲老师，就是你觉得这些职业里，你觉得哪个最能代表你，或是你最喜欢的一项职业或身份？脱口秀演员啊，对，最喜欢这个骄傲这个身份是吧？那我问一下我们圈内人想知道的一个事儿啊，对，我也想听这个，来个狠的。你觉得这个地球上最的 AD 是谁？3个字，可以说真话，可以说假话。 It's me。真话假话呢？真话假话你就去猜了呀，那得。我们接下来到最后的游戏环节了啊，下面这个环节呢就叫餐桌杀手。游戏规则啊，现场导演随机指派1名餐桌杀手，在用餐过程中，杀手需要用指定的动作攻击玩家，被击中的人立即停止用餐。击中3人后，剩下的所有人开始投票，指认成功或者杀手隐藏成功则胜利。哥，你听懂了吗？差不多。书豪哥，你应该听懂了吧？好，我们试试看。哎，杀手把动作确认好没有啊？他只要一比动作就得死那个人。他要行动的呀。对，是这么个。还要杀3只。对，3杀要3杀。那我们如何把杀手给抓出来呢？为啥？任科死了。为啥？他被什么攻击了？
我可以下班了。那应该是这边吧？不用说了，肯定是讲山东话隔壁的那个蒲熠星。我知道是谁杀了我。 Unbelievable， 就是肯定是这边。我觉得是蒲熠星了，因为他的动作，他做了2个很帅的动作，露出他的黄金右脸。其实我说实话，刚才从动作来讲，特别像是我，因为我喝水了，但是我可以自证，跟喝水一点关系没有。没人死吧？都不敢动了，现在。我看到小齐这样了啊，他这样了，我没有啊。你有，我逮到现行了。哪儿有人吃东西这么吃的？哎，你弄他一下，这样子。你这样弄我一下，你这样子啊，我死了吗？不，我觉得小齐跟蒲熠不是，星绝对是那3只啊！我们这3个我看着没动，然后这2边直接倒了。哎，会自刀吗？那肯定不能。那只能他们3只啊！我真的觉得是你们3个其中一个，然后我觉得是蒲熠星。我来分析一波，你分析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在这一趴游戏开始之后，Jack Love 突然情绪高涨了很多。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是那个杀手，他的话变多了很。第二个可能就是他可能特别爱玩这种游戏。都哦，我知道是谁了，就蒲熠星。我刚才观察他喝水的时候手是这样喝的，那个4，然后1、2、3、4就没了。我特别听你说话的时候，我一直没动，你懂意思了吗？我错了，应该是他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要怪导演组。我最开始喝水的姿势是比较自然，但是其实仔细看也是4。喝了第1口没反应，喝第2口还是没反应。但我是不是只能？对，因为我当时我分析从导演组的逻辑，一定会让蒲熠星当杀手，因为他最聪明，对，他肯定。哎，你怎么吐槽所有人呢？吐槽所有人了，因为人家是专业的嘛，人家是学院派嘛，人家是。然后我们先自己看一眼，然后再闭上眼给你们看。我们先自己看一眼啊。我怎么感觉又是蒲熠星啊？你这个眼神，还是要做点动作，给杀手一点空间，确实得手得放上面，要不操作不了他们。是吧，滚子？哦，对你的神情有一点紧张了。肯定不是我，你看我喝水啊，这没有，你看没有。换了谁2次杀人用同一种方式？第2把都很谨慎啊。你有什么经验传授？这个有什么窍门吗？怎么发现什么？哎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可以。上一把是谁最先怀疑他的？哇，对啊，你是怎么一下就怀疑他的？我很好奇。因为他一直呢都很帅，但那一刻更加的完美，所以就只有杀手的形象。没有，我觉得你发现他那一刻，任科你太帅了。对，所以我可以有一个侦探的头脑。你比他帅。任科，你。你不要动啊！我要看一下案发现场，我分析一下。真不错，确实没有拿武器，那可能不是你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特别厉害？因为上一把其实特别像我，因为我是对着你喝了个水。我感觉是小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明显话变少了这把。而且他上把很活跃啊，这把不说话了。哎，这把你很奇怪，这把你开始主动泼脏水了。不是，他上把也说是你啊，你就喜欢我。他觉得小齐太帅了，喜欢你。好，而且没有道理啊，2次都是我先中枪。哎，他是怎么决定哪个死的？是谁话多杀谁的那个？不好说。他的动作，我死了。我杯子还没拿起来，兄弟。真的，这我跟书豪哥一直一句话没说，也有点问题。对，确实。我从头到尾都在吃芒果干，可是我觉得是 Crystal。苏豪哥泼脏水了啊！苏豪哥全程在耍帅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能干就书豪哥。上一把苏豪哥做的很端正的，这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只是不确定，因为刚任科就是你是这样子吃，然后这样子，我这样子我。书豪哥，你死了。那真的可能是你啊！你自杀吧，这就证明你。我说实话，我现在
脏水被泼的挺多。那你辩解一下吧。我怀疑是何广智，但是没有理由啊。有理由。什么理由？去哪里旅游？理由就是我一直在观察我们这边的人，他们没什么动作。你那边小动作我看不到，那你不能看不到就拨我当时这样，我把手放过去，这总行了吧？不是我，你看我不动啊，我就是纯用逻辑啊，就是刚才小齐死之前是不是跟他对话了？对。然后书豪哥死之前是不是跟他对话了？看向他了吧？哦，谁接他话谁就死。3人被击杀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你们3人？哦，投对了，就好人就反败为胜。对，我投水晶哥一票，我投何广智一票。好人们这轮投错就输了。那我可以投广告吗？他说是你，你说你觉得是谁？你觉得是他吗？我觉得是水晶哥，因为就是在刚才那个一瞬间嘛，就是他们两个对话，完了他们两个对话，我觉得跟书豪哥正在聊天，我不可能跟他聊着聊着突然把他做掉。何广智就是何广智。对，投票。最后30秒辩驳一下吧。不，肯定不是我，肯定不是我，这么苍白吗？那我用山东话说，肯定不是俺。为什么不是我？小齐，你在我旁边，你能发现我从这个游戏开始到现在做的所有的动作都很自然，我没有任何一个刻意的动作，你没发现吗？肯定不是我，但是选我也可以，就这个游戏立马结束，但是咱们就输了，哎，这个游戏规则是三人被击杀之后才开始投票，那还没死3个，那投什么？死3个了，三个哪3个死了？我已经死了，我也是，还有陶哥啊，已经跨了3个了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错了没啊？是没看错呀，这那就是他。杰克杀这么多啊，他一直在强调是不是杀的自己都不记得了，所以他是杀手。哎，是好逻辑。他一直在强调他在跟导演组确认为什么我还没赢。对，他已经杀了3个了，没赢呢。对，还真是。所以他是坏人的逻辑。好人一定会去找坏人，我们2个都在。我俩虽然互相泼脏水，但是我们的行为是在找坏人。对，只有他在问，而且我杀手为什么没赢，很冷静的在分析到底你俩是谁。但 J.K. Love 他没有帮好人做任何贡献。对，而且最奇怪的是，你俩好像灵魂互换了，你一直在这分析，他一直在这附和，这是为什么？广智说的对，我觉得我跟水晶哥我俩肯定不是坏人，因为坏人不会站出来泼脏水。哎，不会吗？有可能，但是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可能是愚蠢的好人，就是。那我跟广智哥了，我投 J.K. Love。3、2、1，投票。J.K. Love， 他在问好人坏人为什么没赢。3个投 Jackie Love。对。坏人。啊，他是好人，不是他的呀，这个还用想吗？不是我，那不是他，那就是。那不是不是，但我这把不是动作，是说出哥哥你好帅，或者说你太帅了啊！你说过吗？我说过。哎，那 Crystal 你为什么一直这样子？你一直在动，我都以为肯定是你。对啊，我说你那个啥嘛，你揪出来了他，所以你太帅了。你现在呀，信用破产了。不是，一直以为你挺老实人呢，真的。俺是一个老实人。是我看小叶老师一直在那吃，你知道吗？啥都没在，一直在那吃。我是真饿了。我是以为他还没挂。没有，这个游戏能赢呢，也主要得益于在座的哥哥们都真的特别的帅，所以没有人能发现。真好。我有个问题，为什么不杀我？啊，因为为什么不夸他帅？因为你的帅夸的话就太刻意了。你觉得夸我帅不刻意？不刻意，一点都不刻意，自然夸我帅啊！因为这是真的夸赞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感谢各位今天来到这里啊，能跟大家在一个空间也真的非常奇妙，真的啊！希望今天大家跟观众都带来难忘的快乐的记忆，好不好？也希望我们再见，好吧？拜拜，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合张影吧，朋友们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冠名播出。